我，魏无羡不禁笑出了声音。我往云深电子和云深制药一走，人家都知道是蓝副总的人来了。我的人。蓝忘机嘴角上扬，都什么时候还在开玩笑？魏无羡尴尬的挠挠鼻子，看样子蓝副总已经有方案了。是的。蓝忘机收起笑容，下午2家公司的负责人会把存有公司这些年所有资料的电脑带来。宿舍虽然是一个突破口，但它毕竟在管理层，要找出泄密的源头，得从这些东西入手。如有头绪，给大哥汇报后再做打算。好的。魏无羡心里盘算着要好好研究一下2家公司的研发人员了。魏婴，你负责云深电子、云深制药的交给我。蓝忘机说。啊，不必的，我自己来。魏无羡可不想累着蓝副总，事情比较紧急，公司里其他事务大哥会安排好的。蓝忘机靠在座椅上，一副不容商议的表情。魏无羡只好点头，回到座位准备将蓝忘机行程调出来，顺便将近期手上的事情做一个收尾。下午，2家公司的负责人亲自将电脑送到蓝忘机的办公室。魏无羡将手上琐碎的工作分别交给罗清扬和聂怀桑，事关机密，魏无羡没法将电脑拿到秘书室，只好进入蓝忘机办公室一起工作。要查看的资料太多，魏无羡从人事入手，有宿舍这个突破口，查起来比较有方向，但云深制药那边就没什么头绪。魏无羡不时抬头看看蓝忘机，对方蹙着眉头，一直盯着电脑屏幕，不时调出副总裁电脑上的其他资料进行对比。魏婴，认真查。蓝忘机察觉到魏无羡目光，晚上再讨论。魏无羡点点头，已经有加班晚上不能回家的觉悟。2人就这样窝在副总裁办公室看了一下午资料，连晚饭都是让罗清扬送过来的。罗清扬看2人一时半会不会走，下班前还贴心的给魏无羡点了炸鸡薯条当宵夜。蓝忘机是不会吃这些垃圾食品的，魏无羡于是也没问他，将番茄酱放在茶几上，边看电脑边吃起薯条来。云深电子这边的情况比魏无羡想象的更为单纯一点。魏无羡从宿舍同期进入公司的研发人员入手，很快就找出2个嫌疑比较大的员工。这2人工作上和宿舍完全没有交集，但魏无羡查看记录，2人多次以鸡毛蒜皮的小事出入涉及泄密的部门。魏无羡将这2人的资料打印出来，咔咔咔吃着薯条，心情也开朗起来。魏婴，找出来了。蓝忘机大概受不了魏无羡吃薯条的声音，忍不住问道。有点头绪了，我再确认一下。魏无羡嚼着薯条，笑嘻嘻地说。蓝忘机起身过来，坐到魏无羡身旁。我看看。蓝忘机伸手要去挪电脑。我打印出来了。魏无羡刚拿过薯条，手油腻腻的，只好指了指电脑旁边的散落的几张 A4 纸。不过半天时间，空无一物的茶几已经被魏无羡堆满了各种资料。蓝忘机无奈，只好越过电脑和魏无羡的身体去拿资料。那几张都是。魏无羡想拿纸巾擦擦手，才发现纸巾已经被他扔到不知哪里去了。蓝忘机伸手一抓，谁知资料下面还埋伏着一盒番茄酱。蓝忘机2只手指不偏不倚直接捅了进去。魏婴。蓝忘机吓了一跳，赶紧抽回手。噗！一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蓝副总却被一盒番茄酱吓到。魏无羡忍不住笑出了声音。对不起，蓝副总，我再也不在你办公室吃番茄酱了，纸巾呢？蓝忘机有些郁闷，举着被番茄酱染红的指尖左右张望。不知道，哈哈哈哈哈。一向行事谨慎魏秘书大概是加班加傻了，被戳中笑点就再也收不住了。魏无羡靠在沙发上笑得眼角飙泪，蓝副总看了看黏糊糊的手指，又看了看毫无形象大笑的魏无羡，忍了半天，终于沉着脸将粘着番茄酱的手指塞进了魏无羡口中。魏无羡本能吮吸住手指，这才反应过来有些不对劲。修长的手指被魏无羡又湿又热的口腔包裹着，莫名还被吸了一下。蓝忘机感觉胸口有些颤动，他试着动了动手指，指尖轻轻刮过魏无羡柔软的舌头。魏无羡立马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瞪大了因为大笑而变得湿漉漉的眼睛，条件反射将手指含得更紧了。
魏无羡的内心现在无比纠结，蓝副总不把手指拿出来，他也不敢轻易放开。番茄酱略带酸酸的味道在他口腔蔓延，一直渗透到喉咙深处，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却不想又把手指吸得更深入了。蓝忘机额间青筋突突直跳，在理智断线的一瞬将手指抽了出来。由于魏无羡吸得太紧，还发出了啵的一声。魏无羡像熟透的虾一样转身在一堆资料中翻出纸巾，胡乱帮蓝忘机把手指上的唾液擦掉。所以发现了什么？蓝忘机淡声问，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。